接下来持续来关心的是中美之间的晶片战。首先，我们今天会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在7奈米上面的突破，能否不靠 EUV 也不靠荷兰的技术呢？等一下会做关心。另外一件事情，等一下持续来关心是中荷之间的安氏半导体的经营权之争。现在烧到整个供应链，不只是欧洲车企、日企，还有韩国的这些车企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已经烧到全球供应链，像是在航空领域等等。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关注。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北京大学攻破的显影光刻技术7奈米突围成功，代表大陆不用靠 EUV 了吗？就能够撕开美国的封锁线吗？第二件事情是荷兰硬夺下的安氏半导体，但是中国大陆反手断欧洲国家的供应，从车厂一路烧到航空领域，甚至是机械，有一些领域甚至1周内恐怕就会全面停摆了。这对于欧洲来说，到底压力有多大？荷兰还撑得下去吗？尤其在这个时候，荷兰总理急着撇清说，其实呢，我们接管安氏半导体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我们只是因为认为呢，他们的执行长这个安氏的执行长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祭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到底是公司治理有问题，还是因为美国压力，所以他们得持续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川习会能够救得了这一场安氏半导体的危机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刚刚讲了，中国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技术，确实震撼全球，因为这个又上了《自然》杂志，就是北京大学这一回联手产业研发出的这个是新型的显影光刻技术，只溶解光刻胶曝光区域，就能够精准将这个转移的电路图案到细片上面，正式跨入7奈米，甚至是更先进的制程。这是怎么样的技术就能够突破美国的晶片封锁战吗？委员怎么看？这个报道可能跟事实不太符合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在做半导体晶圆呢，第一个在晶圆上先要涂胶，涂的就是光刻胶。然后再来要做什么？要曝光，就是光刻机的曝光扫描。然后第3个就是把它丢到显影液里面去显影，然后显影就会去掉了光刻胶不需要的部分。那最后呢，再数刻，把它在上面去刻出线路来。大概经过几个手续，每一道手续都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良率，然后每一道手续累积下来，就整个产品的不良率就构成你在半导体制造的成败。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并跟光刻机无关，这个是跟显影有关，所以它名字叫做光刻显影，因为它用一个特殊的技术去发现到说，原来光刻机做曝光完了以后，在显影的过程里面，因为光刻胶会有残留，原来假设说光刻胶会平均散在显影液里面，它都不是，会在特殊状况的时候，它那个光刻胶的胶分子会乱粘，就造成你图案本身线路图本身产生缺陷。所以用它所提供的方法，在7奈米的制程里面，可以把这个显影过程里面的光刻胶的残留造成的不良率下降99%。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提升良率的一个方法。对然后再送去数科的话，会做出更好的有良成品但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是光刻机，跟前面的制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对于全世界制造7奈米的一些半导体厂，那可能都要花钱跟他买这方面的专利技术了不管台湾的台积电或美国的有一个买，但这个是等于是中国大陆在这个做这种半导体上面一个技术上的进步，因为它本来它的曝光用的光刻机技术就没有很到位。那如果说不良率蛮高的话，可以在这个显影的过程里面降低它的不良率，来去之间相互补偿，就可能会使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更往前进一步。是好，这个技术可以提升中国大陆在晶片上面的良率是大幅的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同样也是晶片战，我们要持续来关心的是中荷之间针对安氏半导体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中国在荷兰强制接管了安氏半导体之后，大家知道吗？中国厂是立刻断供晶片出口到欧洲国家。那首先是车厂的部分，受到了很严重的重击，不管是欧洲、日本或者是南韩的车厂。那我们大概看到这几个品牌，福斯、B&W 到 Benz， 甚至是南韩的这一些现代、起亚、大众，更是直接被迫停产现在其实呢，来自于德国的媒体，他们非常的忧心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断供是2021年疫情之后的第2次的断供。
的危机，而且这一次啊，恐怕在1周就会做全面的爆发了。德国商报现在更担心的事情是，不只是车厂受到影响，包括了航空业跟医疗、国防啊，在欧洲都会全面的引爆，尤其是供应链的公司，我们要来看到他怎么做分析。他说，光是欧洲的航空跟国防企业全部都是用安氏的晶片，机械工程领域高达95%，医疗领域更是高达了86%，代表说这3个重要的产业，刚刚提到的汽车、航空到机械，1周内恐怕面临停摆问题吗？杨老师怎么看？已经停摆1个厂了。大众汽车在德国专门做德国最畅销的就是高尔夫，那个 Golf 小车子，在这个礼拜已经停产，就停工了。那接下来大概平均可能20天，因为它有一些库存。那最快的话呢，就是大概如果它做调整，2个月之内就完全没有，所以可能就是20天之后陆续，不只是大众啊，你说 B&W、宾士啊。日本啊、韩国的这些汽车厂，在欧洲的汽车厂大概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安氏半导体主要是提供给他们了，然后安氏半导体里面70%的封装其实就是在中国大陆，然后有多少？每年800亿颗，800亿颗半导体，然后每一个汽车里面，如果是燃油车至少用500颗，如果是电动车用到1000颗。如果是智慧型的这个车辆，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一台车子，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些车子里面它需要用到这么多，而它绝大部分都是依照安氏半导体。好，那现在你说这个就是美国对它的制裁，然后到了9月份的时候就延伸制裁你海外的子公司，如果超过50%的股份，也会在制裁的范围之内。那德国就荷兰就出手了，对，那真的是很糟糕。他不知道这个冲击会这么大，对，他出手之后呢，中国就反制，在中国的70%的封装不准出口。那这个时候，所有的用安氏半导体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汽车厂，尤其在欧洲的，就会碰到停产。那 Golf 已经就是停工了。来不及在就是别的地方来补呢？这个来不及，因为这个量太大。那另外再做一个封装厂，那绝对这个缓不济急。而且要经过很多的这个验证，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你必须要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来看接下来川习会去怎么处理。因为问题还是出在美国啦。对。所以如果美国这边放手的话，那当然荷兰这边就会停下来。就跟孟晚舟事件一模一样。那甚至我们在讲，它比孟晚舟更夸张的是，它有点像是把就是中国在荷兰的安氏半导体把它给国有化。就让我想到50年代的时候，那个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当时埃及还是说得过去啊。本来就是在这个埃及的领土范围里面，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被人家几百亿，当初超过300亿美元把它买下来的一个，那做一个不是太先进，但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你就看所有的这些德国的晶圆制造厂在法国有叫法意，还有呢就德国的英飞凌，还有一个叫做安森美，他们其实都把制造厂这种就是说成熟智能制造厂放在欧洲，但是呢封装厂通通都放在亚洲，像是这个英飞凌是放在马来西亚，然后呢安森美是放在菲律宾，那意法半导体的封装厂就在深圳，是那安氏呢也是在，因为它本来就跟文泰是做一个就是这个结合的关系，所以你现在我觉得问题要回到最关键，就是还是要在美国，对，美国自己要放手，你这种所谓的这种常备管辖你要有所节制，否则中国就会回敬你稀土啦。我觉得这一定已经是谈好的，是，这贝森特还没有还讲出来而已。是好，我们就看看它后面的发展。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关注的就是习川会有没有可能透过政治外交的智慧来化解这一场在产业经济上面安氏半导体的危机。那其实，在这个危机还没有解除之前，确实现在不管是荷兰的经济大臣，或者是这个欧盟的官员都非常的紧张，他们一直不断的打电话给中国。那接电话的人呢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那他们谈什么呢？就说是不是能够帮忙解决一下安氏半导体的危机之外，还恳求是不是放宽
这个稀土的出口，这是2件不一样的事情。那欧洲内部现在也都在反咬荷兰啊，认为说啊，你们这样子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他说荷兰你们就是挑起火线的人。那荷兰的总理他也在这个时候说，他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的峰会，告诉媒体说，这一次呢，安氏半导体的核心事件是执行长管理不当，我们不是针对中国的一个措施，突然间改口了，就说是执行长的问题。舰长您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像这次荷兰，不管你做什么，你的动机我不管，你是不是美国给你压力，是不是你基于国家的这个管理什么的，这我都不管。我们要看的是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们对安氏这样子，那北京不会容忍这个事情的，因为现在各国都应该去想一件事情，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川普这么强势的一个总统，那么不讲道理的总统，北京都完全不理他。那你其余你能够让中国怎么样？荷兰啦、日本啦、韩国啦都不可能的。所以当你们要采取一些对中国的措施的时候，记住那个后果你要去承担的。其实中国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那第二个我预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川习会一定胜利成功。为什么？如果不成功，11月1号要征100%的关税，那是不得了的事。从上一次这个川普说要征100你知道当天那个加密货币的那个有16万户被平仓，所谓平仓就是融资断头，当场损失了190亿美金，这是被断头的平仓整个加密货币的那个损失是9000亿美金，就因为那个100%的关税。然后第二天说可能是11月1号，不是那么快，还不一定，哇，立刻又涨回去。昨天才传出说我们这一次可能100%关税不会这个限稀土你知道今天股市涨多少？你们应该都知道，涨了461点，大涨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有多大。中美如果打起来，那是一个世界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双方的当事人都知道，我们不能够让它崩掉。那谁敢让它崩掉？所以他们会极尽一切的能力，让它有一点成就。而以川普的这种作为，就只要有一点成就，他经过了过度的包装，我们这次是非常成功的，所以11月1号绝对不会征100。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